Lady and gentlemen，各种好。因为2天前有人给我发关于地域黑的问题，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地域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地域黑就到处都有呢？其实我想说，国外、国内都有，只是可能现在中国这种东西，就尤其是网上不负责任言论啊，到处骂啊，什么河南井盖啊，什么各种啊，大家都说啊，这种还有什么东北毛子啊之类的各种说。因为从古至今中国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周朝以前它是分封制的，各种国家它都会进行打仗，尤其是春秋战国，因为它要称霸，因为它要一统，所以肯定是要对舆论上要对外进行打击，这也是华夏民族形成这个洪流这个时代观呢产生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舆论战，那个时候就开始歧视很多的地方人，因为你必须要把枪口一致对外以后，你才能够团结自己的本国，你才能让自己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达到一个更好的台阶，所以它一直会有这种地域歧视的表现。然后我们说现代人的地域歧视，就我说一点，就是自己能够出去玩啊，或者经历过这些年有感而发的地方。就比如说上海人，他看不起别人都怎么说？乡文，乡下人，他说他看不起别人，他说你是乡下人，用他本地话说，他说乡文。然后我们说苏锡常那块怎么说？苏锡常那边说，可能苏州话和常州话还有区别，但是一般常州、无锡这块人讲话都怎么说？他说你是江北人，什么意思呢？江北人，因为江北比较穷，江南比较富，所以他觉得看不起人都会骂你，就会说江北人，他说你江北人。然后天子脚下皇城，我去过好几次，北京人。然后尤其是你坐公交车啊，坐出租车的时候，有一些司机老有意思了，你跟他聊天，他会跟你聊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就国家大事，好像他已经在几大常委之中旁听了一样，他啥都知道。人民大会堂可能还没有开代表大会，他已经知道了明天要说什么了，谁上两台了，谁下去了，谁又被流放了干嘛，他好像门清。他们看外地人都怎么说？地方人，他都会，你跟司机说哪的地方不行，就这个语调。然后就是中国所有的地方，它都会有一种歧视别的区域，可能就是分严重与不严重这样说话。比如说上海市区的，他就看不起郊区的，他觉得你是郊县天王。你说四川的，可能他就看不起更西南的，可能你是省会的，你看不起地方地级市的，地级市的我看不起下面小县城的，小县城里面的人还看不起农村的。就是怎么说呢？亲情之爱在这个中国当代这个时代已经消失殆尽，可能与文革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能文革之前大家只是一个地方对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不太感冒，但也没有这么严重。但文革以后，可能我们对亲父之爱，比如亲情之爱观念也不怎么加强了，世风日下了，对自己家庭观念可能也没这么浓重了。现在有很多学生举报老师，孩子举报家长。其实在传统儒家文化，这是大罪。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在古代的话，你是先忠还是先孝，很明显，其实很多人在中国，在元明清之前，可能更早在宋朝程朱理学之前，真正的孝顺是先孝而后忠。现在统治者为了加强他自己的统治嘛，就已经把忠放在了孝之前。
忠孝两全，忠摆在前面了。但真正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先必须孝，然后再忠。我可以不忠，但我必须要孝，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地域黑在中国也比较很常见了，尤其现在是网络上天天骂井盖啊，经常骂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为什么？如果你是地域黑的人，就说明你层次不行。第二，你可能生活的也并不如意，你需要利用网络这个给你能够掩饰身份的地方来口无遮拦的去骂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你自己白天的这种愤恨强加给另外一个陌生人，可能这样才能够让你白天受到的气啊，受到的罪孽啊，能够一下释放出来。其实我现在才真觉得网络救了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网络，你想他骂不到人了，他无法把白天受到的压力、受到的积蓄一下能够倾泻出来，他早都成神经病了。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像前两天那个上海迪士尼那个东西出来，然后一个女的上去啪打一下迪士尼工作人员，他这些人就是神经病。我说了嘛，中国90%人可能精神上都有一定的问题，就社会的压力大，房价高，生活成本高，生活情感肯定也不顺利，各种问题摆在面前，这个社会它就是给你无限的压力，让你这些正常的人就变得不正常。所以我说那个人是鉴定出来他是有精神病的，间歇性精神病的，我完全赞同。但是他这样干呢，可能并不是出于他当时就突发了精神病。为什么？可能他跟他同行的人，他就觉得你看我屌不屌，我上去敢打他，他会有这种就是很骇人听闻的这种想法和这种动作。所以这种这个社会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努力活着吧，只能说努力活着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一个订阅，感谢大家，谢谢。